见过这颗种子的人都得死，但我却将它吞进肚子，孕育了18年。因为我的父亲在临终前告诉过我，只要等到种子在我体内发芽后，我将会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不过在种子发芽之前，我不能开口说话，因为我一张开嘴巴就会泄露种子的气息，然后引来天道的怒视，甚至还会直接将我灭杀。所以18年来，我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导致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哑巴。可就在种子发芽的前一天，却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宁愿死也不嫁给江辰。青瑶，不要冲动，是爹错了，爹不该逼你。可是你若毁约，会被人说是忘恩负义的。我不管，江辰我不会嫁，名声我也不能丢。爹，你替我想办法。夫君，实在不行，让青寻代替青瑶嫁了吧。爹，我还想在您身边伺候您，求您别把我嫁出去。清玄，我们许家没落百年，好不容易出了你妹妹这样一个天才，许家的未来都在她身上。算爹求你，你代替妹妹嫁给江辰吧。难道要爹跪下求你吗？爹，你别这样，我嫁还不行吗？小辰，你意下如何？伯父不必为难清玄，徐府照顾了我10年，已经抵消掉我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。婚约之事，今日就此作罢吧。小辰，这怎么行呀？婚约是老爷子定下的，万一他游历归来，发现我们没有完成约定，我和你伯父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是真感谢徐府10年来对你的照顾，就娶了清玄，大家从此就是一家人。好，清玄，快带江辰去量一身衣服，1月后你们就成婚。跟我来吧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。小哑巴，你不该答应的。他们不是真心希望你娶我，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而已。等我妹妹进了青云宗，他们肯定会苛待你，变着法赶你走的。带着这些钱离开徐府，离开孤州城吧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他们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走。你快走吧，别犹豫了。只是到了外面，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，不要吃他们的东西，不要喝他们的水，还有不要随便搭理人。如果被人发现你是哑巴，他们会欺负你的，知道了吗，小哑巴？以后该叫我夫君了。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我说过自己是哑巴吗？你是在假装哑巴？为什么呀？怎么凭空闪惊雷，跟3年前一样？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收拾东西快走吧。王姨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，又要疑神疑鬼了。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娶你，从此保护你。别说大话了，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。相信我。就拿这银子当娶我的聘礼吧。江叔叔一生清贫，没给你留什么金银，这些积蓄希望能帮到你。我量衣服去了。姨母，你怎么能把清玄表妹嫁给江辰这个废物？真儿，清玄嫁给江辰，关乎着许家的未来。别的方面姨母可以迁就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许你胡闹。姨母只是不许你干扰他们成婚，没说他们成婚后你不能出手啊。你可以。我懂了，谢谢姨母。去吧，明天别忘了早起，姨母陪你去一趟检测塔，复测你的灵根等级。灵根，我有灵根了。真儿，今天复测，千万不要紧张。塔主说你上次因为紧张，导致检测结果低于正常水平。本来你至少是3品上等，因为紧张，只检测出3品中等。就是这1等之差，让我无法在许家为你争取到更多资源。如果你检测到3品上等，姨母我想尽办法说服许家族人，破例让你修炼许家的许氏剑法。香尘，你来干嘛？跟我一样，
灵根这种东西乃是天生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呢？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？还是老规矩，检测资质优异者能够获得功法奖励。待会儿可别被我的真实灵根等级给吓到。是。快给我长啊，混蛋！孤州城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要不是最近出现了一个6品灵根的许清瑶，孤州城的检测塔就要被取掉了。白色，水晶尺上白色的刻度代表的是9品。青瑶，你突破炼气9层了，如此年纪，在咱们孤州城是史无前例啊！这是什么？是检测塔里出现的，莫非是有旷世灵根现世？我听你爷爷说过，多年前隔壁的碧云城出现了一位8品灵根的绝世天骄，检测灵根时，一道黑色的光束冲入云霄，与眼前一般无二。8品是黑色光束，那白色光束岂不是9品？我要看看他到底是谁。神话！我见证了神话，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传说中的9品灵根。塔主，9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吗？废话，9品当然是最强。这世间倒是有一种超越9品的灵根，它叫做无极灵根。传说它无影无形，是透明色的。这种灵根比9品强了10倍、100倍不止。但这种灵根只存在于神话中，现实根本不存在。不会吧？陆征有9品灵根，他若有如此天赋，为什么吃了许家10年资源，也不如许清瑶的6品呢？咦，这是奖励给我的功法，一本是清风真经，黄级高等心法，另外一本是七星剑诀，黄级高等功法。太好了，有了2本功法，还有这道透明灵脉，自己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。原来是江辰啊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陆征出来了呢。江辰这次检测好像又是没有灵根吧？一强之隔，一个是旷世9品，一个是没有灵根，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现在偷偷修炼2本黄级高等功法，默默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谢谢伯父多年栽培之恩，征儿不负你们期望，检测出9品灵根。徐正言多大的运气，捡来如此天之骄子啊！使不得啊，征儿，你可是9品天骄，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跪？昔日自己在去徐正面前一直慎言慎行，塔主、孤州城主和一些家族老怪也全都以殷切的目光看着我。江辰，不服吗？可笑，一个空无灵根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清高？许伯父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贤侄请说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我与清玄妹妹青梅竹马，不忍看她嫁给一个废物为妻，还请许皇父把清玄嫁给我，我才能给她幸福，给她未来。我已经开口把清玄许配给了江辰，难道改口让清玄改嫁？这岂不是言而无信吗？如果我喊一声想娶亲，相信在座的很多家族都愿意与我联姻吧。那时候我可就是别人家的女婿了。陆征可是许家飞黄腾达的通天梯，若是失去他，自己就是许家的千古罪人。许伯父，给不给掉青少幸福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嘴巴。我愿与陆征比一场。征儿，你看如何？一个废物要挑战9品灵根，哈哈哈哈！行，看在都是在徐府长大的份上，给你一个与9品灵根一较高下的机会。就算输了，你也可以吹一辈子的牛。给你们3天时间，谁突破1个层次，谁就有资格娶清玄，如何？伯父小瞧我9品灵根了，3天后拭目以待。陆公子，在下秦长生，秦家恭贺陆公子检测出9品灵根，别无所赠。这刚炼制的10瓶炼气液就送给陆公子，希望公子3天后抱得美人归。10瓶，此物1瓶都价值无穷。秦家一下给10瓶，着实下了血本。有10瓶炼气液，一头猪喝下去也能产生质变，何况是9品灵根的陆征？秦家是摆明给陆征站台吗？另外，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江辰售卖炼气液。希望你不会后悔。哼，我后悔放弃你这个废物，抱住陆公子的大腿。
家主，刚才为何如此打压一个小辈？还记得10年前那位横空出世的神秘魂师吗？自然记得。他炼制出的中品炼器液，换了钱财和些许材料就此收手。只怕他的中品炼器液能把咱们秦家的下品炼器液市场全都占据。秦家的炼器液是下品的，效果不及中品的一半。那人如果大量炼制中品炼液出售，谁还会买下品的？到那人这秦家直接衰落。那你记得陆征是什么时候来咱们孤州城的？10年前。家主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10年前刚好是陆征来的日子，那位神秘魂师也是在那会儿出现过，这绝不是巧合。家主是想卖陆征一个人情，进而得到他背后的魂师认可。他若能成为我们的靠山，我们的地盘将远不止周边几座城市。我一生谨小慎微，从未做过错误选择。这一次的选择，相信也不会错。至于那叫江晨的，要怪就怪他不长眼，当了我秦家一个小人物，得罪就得罪，翻不起大了。不知是不是被太虚活尸果树洗礼过身体的缘故，这篇比较生涩的黄级高等心法，理解起来竟水到渠成。气由丹田凝神，万物无风亦无我。炼气2层，一夜之间炼气2层。许清瑶突破炼气1层，花了整整3天吧？还不够，要保护自己，保护许青书还要更强才行。越到后面修行越慢，需要炼气液配合才行啊。可是炼气液很昂贵，而且秦长生不卖给我。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了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，叮嘱我种子没有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。里面有没有留给我的修炼资源呢？既然父亲能给自己留下一颗这么神奇的种子，神秘的匣子里一定也装着不简单的东西。放开我！王姨，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资源，求你不要抢走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想送给江晨这个废物用，你想让他赢，做梦！王姨，我性子淡然，小陈已经很可怜了。2到年前，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？连一瓶炼气液都要如此为难他。谁欺负他了？炼气液是我们许家的，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，靠一个女人偷偷给他。别说我们许府的人看不起，就是路边的乞丐都吐口痰。我们走。对不起，小陈，我真没用，我应该再小心一些，那样就不会被王姨发现了。傻瓜，我谢谢你都来不及。怎么会怪你？可那是唯一能给你的炼气液了。王应凤有一句话我是认可的，一个男人靠女人帮助才能赢，不止外人看不起，我自己也看不起。放心吧，炼气液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快回去休息，静等我消息。你尽力而为就可以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怪你。爹，孩儿不孝，来看您了。爹，我要娶亲了，不过不是许清瑶，是你更喜欢的许青山。你曾说其实她更适合当我老婆，性子温柔，恬静知礼，要是你还活着，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吧。等我们成了婚，一定带她来见你。但孩儿遇上了一点麻烦，需要开启父亲您留下的匣子，叨扰到您的安宁，请您原谅。是中品炼气液，这2瓶中品炼气液解了燃眉之急。小陈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死去3年了吧？你的种子是否发芽了呢？是否迎娶许清瑶了呢？是否健健康康呢？父亲好想知道，可惜已经看不到了。父亲希望你是遵照我的嘱托开启木匣的，因为种子发芽的你，木匣中的东西才有用。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匣境界的，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竹简。父亲资质平凡，参悟一生只领悟到一点皮毛，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。希望我儿能够超越为父，
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大魂师。最后，木匣是你娘留给你的，她曾说成为5星魂师后便可打开木匣的暗层，没能开启暗层是父亲最后的遗憾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开启了，记得烧纸告诉父亲里面是什么。加油吧，无儿，你的一生会有很多波折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，好吗？爹，孩儿一定努力活着，一定一定。原来上面的文字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是用灵魂认的。我能辨别，说明灵魂高于一般人，拥有成为魂师的资格。炼气3层，突破了！客人要买什么？那你是要卖什么吗？这里是做买卖的地方，不买也不卖来干什么？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？10年了，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！快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快给这位大人上茶，上最好的茶！茶就不必。我想交换一下材料，贵店能给多少？阁下难道是一位魂师？你想知道？小人多嘴，大人请见谅。废话少说，能换多少？按照市价，一瓶中品炼气液是1万两银子，炼气液的材料是1000两银子一份。不过，如果大人还有更多炼气液卖给我们，我可以做主，给您11片材料。可以。不瞒大人，明天就是孤州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，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，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，让我陈家长？尽量。有些人白日做梦，想买到下品炼气液呢。这孤州城除了我秦家，别的地方不会有炼气液。你在珍宝阁求炼气液，只怕是求错地方了。与其求他们，还不如求一求陆公子呢。求我给炼气液，还不如求我放他未婚妻一马。炼气液就不要想了，只要我秦长生在一天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得到一滴炼气液。下品炼气液，狗都不要。大小姐，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。你有派人追查他的身份吗？老奴岂敢！魂师最忌讳的便是遭人觊觎，惹他不快，岂不是为陈家惹来灭顶之灾吗？很好，你处理得非常好，既给了这位魂师好处，拉近关系，也没有半点怠慢之处。若他能在展示会上给咱们提供一些中品炼气液，咱们就能名声大噪，与秦家一争高下了。100年来都被秦家打压，若那位魂师能提辖陈家一把，改变家族命运，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。找，快给我找！挖地3尺也要把许清轩找出来！这个傻丫头，该不会跑去给我找突破用的天才地宝了吧？许大美人，别挣扎了，不然掉下去摔成肉泥多可惜呀！快上来吧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只是想抓了你，向陆征要他欠我们的赌债而已。我们发誓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休想！拉他上来，我就不信许清泉真会撒手。小陈，对不起了，这辈子嫁不了你了。敢杀我血福宫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死定了！
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灵草有无数只，你却只有一个。以后不要再为我冒险了。你若为我而亡，会是我生命承受不住的沉重。清玄，这次我保护住你了。炼气液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都喝光了，怎么还没突破？9品灵根外加10瓶下品炼气液，一头猪都该突破了。真儿，反正你也没答。江晨那废物1枚灵2枚炼气液，更加不可能突破。他也配跟我比？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，他却一辈子都别想突破。走，去大堂分高下。小陈，你输了也没关系，不要自责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这些天的相处，我已经将他视作丈夫看待。如果他真输了，我绝不会转降陆征，大不了再死一次。我说过会保护你，现在、以后皆如此。10年寄人篱下，一朝扶摇青云。我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江辰，配得上许清玄。你去哪儿去了？想吓死我们是不是？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担心满足不了陆征的愿望，让家族失去一座靠山？如果是前者，父亲大可不必担心。许家有我没我都一样，有妹妹就够了。好了，回来就行。江辰，你最近修行如何？难不成没有灵根的他，还真捣鼓出一些名堂？跟我来吧，族人已经在堂中等着呢。还以为你不敢来呢，总算还有点男子气概。真想不明白他哪来的勇气和陆征比试，吃了许家10年的饭，也没明白自己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妄图与陆大哥一争高下。我要是他，不用陆大哥提出来，自己就把许清泉让出来了，起码这样就不用颜面无存。我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崩溃大哭的样子。江辰，赌约你还记得吧？如果你不如陆征，那么很遗憾，许清玄就要嫁给陆征。寄人篱下的东西，也敢这样跟我说话！征儿输了，自然没脸再请求许清玄嫁给他。你若输了，也从此滚出许府。我许家已经不欠你了。征儿，出手吧，全力施为，哪怕没有突破一个层次，但只要比此前有经济，也算赢。反正江辰不可能突破。跟9品灵根一较高下，江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，也会脸上有光的。没有突破，不应该啊！10品炼气液，哪怕是我这样的6品，都该突破才对。修行一道，步步艰难，短短3天就从炼气5层精进至圆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主母说的对，换做其余人，只怕会原地踏步呢。是啊，再怎么样，也不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能比的。精进至圆满已经很了不起，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如何，江辰？虽然我没有突破，但至少精进了，你还是输。天上真龙，你一介地上的爬虫，有何资格讽刺真龙？炼气1层，是炼气1层。小陈，你突破了。哼，炼气1层而已，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突破炼气1层和突破炼气6层有可比性吗？就是，只要有灵根，炼气1层就是一条狗都能突破。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脸骄傲。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。江辰，你此前真的是没有灵根吗？突破1层已经胜了，他突破炼气2层简直就是碾压了。炼气2层也不难，只能说勉强追上陆征的进展。再然后呢？真龙又如何？9品灵根又怎样？
你便上要孤子凭柱砍。清玄是我江辰之妻，谁也抢不走。姓江的得意什么？不怕告诉你，天机阁的人已经在路上，到时候我就直接进入天机阁了。而你呢，一只炼气3重的臭虫罢了，跟我比，你还不配。好，你有灵根，不是废物了不起了是吧？本来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迎娶清玄，我不要你聘礼。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10天后给我准备好丰厚的聘礼，如果拿不出来，别怪我毁约，把许清玄嫁给别人。小陈，恐怕我那些碎银子是远远不够了。王姨诚心为难你的话，拿多少他都会挑刺。如果是以前，或许他也会因此发愁。去吧，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姐姐，你错过了真命良子，3天突破炼气3重，在9品灵根面前其实不值一提。未来的陆征，江辰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陆征再强，与我何干？江辰才是值得真心托付的人。江辰真的这么好吗？下面那位少年，大家认识吧？江辰，许家的未来女婿。不知疲倦的与陆征陆公子比试，被我封杀了下品炼气液的购买资格，急疯了。为了获得1瓶下品炼气液，病急投医跑去陈家的珍宝阁求药无果。算算时间，他现在已经输了比试，被许家赶出来了吧？1瓶炼气液让他丢了老婆，诸位不想落得这般下场吧？所以能买的就赶紧买，等到没有购买资格的时候，想买都买不到了。秦家主，这不是那个废物吗？什么东西，还想看我秦家笑话？也不看看我们潘发上了什么样的人物，那可是9品灵根，未来的绝世大能。你是大小姐，是他。司灵参见前辈。前辈，这位是我陈家的大小姐，代父主持家族事务。我陈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，按照市价可以吃下10瓶中品炼气液。前辈有所不知，我们陈家以1万两银子收购您的炼气液，价格绝对公道。对面的秦家已经炼制出中品炼气液，往后2家相争，售卖的价格肯定会低于1万两银子。我们陈家是赔本赚销货，炼制中品炼气液与炼制上品炼气液那是2个概念，前者1品魂师即可，后者最低是2品魂师才行。而2品魂师，整个青云宗也只有1个。自己到底遇上了什么样的大人物啊？上品炼气液，前辈您要卖我们这个？不，想要，当然想要。这可是上品炼气液，莫说孤州城，就是周边的城池都从未出现过的顶级灵药。有了它，陈家完全可以一炮打响，抢占秦家大部分份额，从此一跃成为孤州城的第1炼药世家。前辈，你想多少卖？前辈，中品炼气液都要1万两银子呢，难怪如此便宜卖给他们。原来这位前辈与秦家有仇。可秦家是吃错药了吗？竟然招惹了一位2品魂师。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如此低廉的价格供应上品炼气液，整垮秦家有何难？多谢前辈，我这就去准备材料。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秦家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气液，售价13000两银子。我们陈家今天开始限量提供上品炼气液。上品炼气液真是上品，1瓶效果堪比5瓶下品啊！这可是青云宗弟子们才能享受到的顶级灵药，我们孤州城竟然也有卖了。陈家哪来的上品炼气液？这比10年前横空市的中品炼气液还要致命！大家别激动，上品炼气液至少价值5万两银子，你们确定自己买得起吗？为了答谢新老客户对陈家多年的支持，我们宣布限期1个月内，上品炼气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。什么？上品炼气液才12000两？这个价格比秦家13000两的中品炼气液还要低，傻子才不买啊！秦家主，刚才在你们这儿买的下品炼气液都不要了，麻烦你退钱，快退钱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陈家哪里冒出来的上品炼气液，而且如此便宜，像是刻意针对秦家一般？陈思玲，不管你背靠着谁，想整垮我们秦家，你还太嫩了点儿。哼，我帮了陆征这么多，他也该把身后的护渡人请出来帮帮我们秦家了。前辈，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。前辈且慢，上品炼气液足够击垮秦家半壁江山，可他们还有下品炼气液，依旧能够苟延残喘。用得起上品炼气液的终究是少数武者，大多数武者还是倾向于购买下品炼气液。
秦家为了给陆征站台，不遗余力打压自己，这笔账要算清楚才行。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炼气液呢？下品炼气液不是不能炼制，只是需求量很大，自己没日没夜的练都未必够市场需求。可不可以培养几个魂师学徒呢？前辈您意下如何？抱歉，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魂师学徒，专门炼制下品炼气液。不过此事急不得，人员挑选就是一大麻烦事，等有空再详谈吧。要是陈家有了魂师学徒，便再也不愁。他是在暗示我吧？果然天下男人都一样。破望水晶取出来，等他明日来府上，我要看一看他的真容。破望水晶是陈家的传家之宝，能够看破伪装。在做好是否牺牲自己的决定前，我起码要知道魂师真容。不过魂师大多高龄，苍老无比。我听说清玄订婚了，这天一直忙着展会，没能到贺。掌柜，你明日去一趟徐府，请他来我府中做客，带过来，我也瞧瞧是哪家公子摘得了他这颗孤州城的明珠。我和许清玄曾是同窗好友，虽然身份相差悬殊，但性情相投，十分合拍。小姐恐怕要失望了，她的未婚夫是江辰，那个一直寄居在许家的江辰，他不是个哑巴，而且没有灵根吗？你确定是他？千真万确，孤州城早就传遍了。许清疯了，我一定劝他放弃这桩婚事，也要劝一劝江辰，他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要吃软饭？堂堂男子汉，靠自己不行吗？小小年纪就能击杀血符宫的人，英雄出少年呐！血符宫乃是盘踞在青云宗内的邪恶气物质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们分地众多，青云宗多次清剿都未能彻底，无奈之下，青云宗命令各地城主府发布诛杀悬赏任务。只不过血符宫的人，青云宗命令各者都不敢招惹，少有人能完悬赏任务。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，跟我来。炼气4层圆满，来晚了。原来你都炼气4层圆满了，那的确来晚了。因为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，许多武者都使用过，池中的灵气大不如从前，只有炼气1、2层的武者才有机会突破。毕竟炼气1、2层突破时所需的灵气远没有高阶的多。现在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，除非灵根极其优秀，或者具备高阶的心法。来都来了，进去试一试吧。只能修炼1个时辰，抓紧时间。怎么回事？我修行的是我宗最高星层宝典，灵根也是7品，同时修炼，灵气应该是速流向这么快对？莫非他就是孤州城检测出来的那位9品灵根？他突破了！不愧是9品灵根，不同常人。换作寻常的炼气4层圆满，是绝对无法在这样稀薄的灵气下成功突破。但以我的灵根和功法，这么看九坎比我强不了，一盏茶的时间就从炼气5层突破到炼气6层，这就是9品灵根和7品灵根的差距吗？连续突破2个境界了，9品灵根之威，我等凡人难以想象啊！但他也到此为止了，6层到7境是一道天桥，当初我花费了整整10天突破，9品比我的7品的确强一些，但十分有限。短短1期7层，从炼气4层圆满突破到炼气7，不可能！9品和7品只是差了2品而已，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了。我叫柳青仙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待我追上你的境界，会与你一决高下。拿着，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，你可别死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一起帮忙！天机阁的大人要来了！江辰，愣在那儿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干活！坏了我的大事！你10颗脑袋也担待不起，真是蠢货呀！今天可是我平步青云飞上9重天的日子，外面多少人想在这最后时刻抱上我的大腿，我都没工夫搭理。你可倒好，有机会给我擦擦椅子拖拖地，却不好好珍惜。真儿，理会这个哑巴干什么？有些人一辈子低贱，这都是命，怎么扶都扶不起来。秦家主来的正好，来，在场干活的人1人1瓶，当然某个自以为是的人就别给了。江辰，开始后悔了吧？1瓶下品炼气液就这么错过了。恭迎天机阁大人驾临。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。你们谁是9品灵根？晚辈陆征，见过陈副阁主。不错不错，一表人才。不用紧张，说起来我们也算是半个老乡。我出生隔壁的碧柳城，30年前检测出8品灵根，震惊天机阁。30年后你又检测出9品灵根，再度震惊天机阁。这是咱们的缘分啊！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，青云宗那个灵根冷冰的威力道的丫头都被你气哭，可否现场演示一下你运转灵根是怎样的奇迹？陈副阁主，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呢？想与谁切磋？江辰，
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？一个哑巴！陈副阁主有所不知，我的心上人被他以一纸婚约夺走，为了抢回爱人，我与他师生了歪门邪道劫道业，我不服，所以请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夺回自己的心爱之人。一个哑巴能欺负得了九品灵根的陆征？回禀陈副阁母，的确如此。这江辰仗着曾经对我们有恩，便强迫我大女儿嫁给他。出于恩情，我们忍气吞声，让女儿忍辱负重的答应嫁了。待到我侄儿检测出九品灵根，想夺回爱人时，江辰确实使诈赢了。陈副阁主，在下以秦家的信誉保证，确有抢无疑。你可敢凭本事与陆征较量，争夺心爱之人？自然是比实力，有没有胆子一较高下？哼，那就来吧！今日我要踩着江辰的脸抢走江辰的女人，向世人证明九品灵根的强大。有多无知才会挑衅九品灵妹？面对九品灵妹，都敢如此托大，此子过于自负了。啊！九品灵根不过如此。啊！真儿，你是不是太大意了？陆公子儿，你千万别因为两人有10年交互就大意麻痹。陈副阁主看着呢。你真是九品灵根，若是欺骗于我，可知是何罪？陈副阁主，请再给我侄儿一次机会。陈副阁主，晚辈对天发誓，绝未欺骗大人。当日我的确检测出九品灵根，刚才是有些轻敌啊，我愿意再战一次，证明我的实力。你意下如何？他赢不了我。姓江的，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跪下！九品灵根就这？重新检测一次。我不过是输了2次，就可以否认我的灵根了吗？好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是九品灵根。徐正言，我本想带着许家一起腾飞的，可惜你们怀疑我，那么很遗憾，你们许家不配随我一同腾飞。陆公子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只有你是最支持我的，放心，不会让你输。你侥幸突破了炼气6层，不能看不起九品灵根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着我的九品灵根是何等耀眼吧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检测出了九品灵根，一定是检测出问题了。我再试试，这不可能，是这个检测的青铜池有问题，肯定是这样。6品灵根，看来青铜池没有问题，问题的是你的检测结果。真儿，看来是检测塔的青铜池出了故障，这世上并没有九品灵根，你3品中等，在孤州城还算上等了。最好的还是6品灵根的许清瑶，我只差了他3品，并不算太差。谁说孤州城没有九品灵根？只是不是你而已。真有九品灵根，真有九品灵根，只是不是我。孤州城真有九品灵根？难道不是检测塔出了问题吗？虽不知检测塔的青铜池为何会将一个3品中等的庸才检测出九品灵根的成绩，但孤州城的确有一位真正的九品灵根。青云宗主之女不久前便见过，还自叹不如。只是柳青仙说把青云令留给了对方，可对方不主动展示，我如何知道？还得把他喊回来帮忙寻找。我也想知道这位九品灵根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放平心态，这位九品灵根非常特殊，莫说你6品灵根，就是我的8品灵根都与他相差万里。你若能结识他，便是此生之幸。8品灵根都相差万里，那我的6品，他一定是人中之龙，无敌世间的模样吧？江辰，赢了9品灵根是不是很骄傲？陆征这些年根本没用心修炼，心思全花在别的地方，他根基不稳，剑术更没有大成。你赢了他也没什么。小辰，你真厉害，被姐姐比下去的感觉真不舒服。还好陈副阁主宅心仁厚，没有追究咱们冒名九品灵根之事，不然咱们许家就摊上大麻烦了。陆征，你这个废物！秦家主息怒，我想办法还给您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3天内你把钱凑齐还我，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
你这个祸害，滚出去！许家没有你这种白眼狼。姓许的，你要是赶真儿，那就把我也赶走。那你想让许家来背这笔债吗？那可是全族的人跟着喝西北风吗？这也不能怪真儿，都是江的错。要不是江辰在陆征隔壁引来了晦气，真儿岂会误以为自己九品灵根？上天这笔债，陆征自己还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着陆征？要是让着他，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？王姨，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。明明是陆征追着赶着欺负小陈，现在反倒怪他了。反了是吧？好，你们两个真以为自己成了夫妻，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江辰，3天内你把聘礼给我交出来，如果我不能满意，这桩婚事就别想成。好，你有种！但凡你真能给出我满意的聘礼，你们之间的事儿我再也不过问了。可你给我记住，是让我满意的聘礼，懂了吗？那你就等着闭嘴吧。好，我等着。还算你小子有点骨气。小陈，你刚才不该答应的。你知道王姨为什么要满意的聘礼，而且给的期限也刚好是3天吗？你都知道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他不就是想弄一大笔银子给自己的宝贝侄儿擦屁股吗？只要聘礼超过30万两，他就算再不想同意我们在一起，可为了陆征也会捏着鼻子认的。你知道还敢答应？那可是30万两银子，你上哪儿去弄啊？钱庄抢吗？钱庄的钱也未必有我多呢。极品炼器业的效率比昨天又高了不少，把上品炼器业卖给陈家去，又能拿到40万两银子。小陈，陈思玲邀请我去他府中做客，还让我把你也带上。我和他是闺中好友，交往多年，这次的聘礼，我想请他帮帮忙。待会儿见了他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或许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总不能这样去做客吧？清玄，要不你在此等等我，我买点点心，稍后再去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速去速回。前辈，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前辈请进，我带您去见小姐。小姐，前辈来送炼器液了。惹定心神，都在这儿了。他刚才多看了我一眼。前辈，都在这儿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我会吃了他不成？好，明天再来。前辈且慢，前辈喝口茶再走吧。晚辈精心为前辈熬了一碗灵茶。这等能够提升修为的顶级灵茶，有价无市，非大家族没资格享用啊！只希望这位前辈如果不是太高龄就好了，起码我心里好受一点。如果是中年，那就最好。至于容貌，已经不抱期望了，只要不是太丑，都能让我好受一些。这真是魂师前辈？不是说魂师都是修行多年的老人吗？这哪是什么好色的老头子，分明是一位绝世天骄，青云宗那位地位朝安的2品魂师，宗主都要给3分面子，岂不是说眼前的年轻人是跺一跺脚，整个青云门地界都要颤3颤的大人物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小姐，看清了吗？那你如果一定要为家族牺牲的话，我可以考虑。真是难为小姐了，为了家族要被这样的老家伙。大小姐，哦，许清玄许小姐来了。你小娘子多时不见，越发标致了，让本公子瞧瞧。还不羞啊你？心情很不错嘛，肯定是遇到了好事。快说来听听。走，去后院，我慢慢跟你说。思玲，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就算对方很年轻，可他如此暗示你，可见是个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。得了你的身子，未必会对你负责。身为大家族的儿女，哪有自由可言呢？即便我不主动牺牲，早晚也要被家族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，作为联姻的工具。现在我委身给一个2品魂师，还是高攀了呢。我虽也是被迫替嫁，不同的是，江辰是一个很靠谱的男人，比这个贪图美色的魂师强多了。只是
这样以后你就不好嫁人了。如果这个魂师要了我的身子，从此对我负责，那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他，视他为夫君，忠贞不二。如果抛弃我，那也没关系，大不了终生不嫁。只要他兑现承诺，给我们陈家培养几个魂师学徒，那就足够了。司灵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上你的忙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夫呢？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？别提他了。路上他说第一次登门要带一点礼物，就去买东西了。可是好久都没回来，而与你约的时间又快到了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守时都做不到，什么人呢这是？明知道是第一次上门，江晨还迟到，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待会儿求他帮忙，只怕就不好开口了。小姐，一个叫江晨的，自称是许小姐未婚夫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司灵，他也是为了准备一点心意才错过时间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行，让他进来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他说。是。清玄，不是我说你，人生大事岂能如此儿戏？你后娘本就视你为眼中钉，待你不好，你就更应该找一个豪门公子嫁了，这样才能保住余生幸福。你怎么脑子进水，嫁给一个哑巴？这里面其实很复杂。你傻啊！你父亲、后娘还有你妹妹都是串通好一起，演的双簧呢。你父亲和妹妹或许还没什么别的心思，只是出于家族或者自身考虑，但你后娘绝对是想把你摁在一个哑巴身边，毁了你一辈子，用心歹毒之极。我就知道说出来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司灵，虽然我和小陈的结合是一场意外，但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，相信他以后会待我很好的。真诚有什么用？我且问你，他的一腔真诚能为自己换来足够的聘礼吗？连聘礼都凑不齐，他何谈给你幸福？清玄，你才是最可怜的。你的美貌、人品都是独一无二，明明你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，却被迫替妹妹嫁给一个哑巴。我不能看着你掉进火坑。30万聘礼的事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他，我绝不会允许他毁了你一生。这个恶人，我来当好了。小姐，江公子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要让他知难而退。司灵，求你不要这样，小陈很努力了，好不容易在武道上有些起色，求你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。如此维护他，再不快点拆散他们，可就没机会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侮辱他，只想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聊你们的未来。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后院只允许女眷进去，公子请在此等候小姐吩咐。那刚才我是怎么进来的？你就是江晨，清玄的未婚夫。怎么这丫头两副面孔？面对魂师的自己还很乖巧，换了个身份就凶巴巴的。正是在下。我是清玄的好朋友，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第一，你迎娶清玄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是想巴结许家，靠他吃软饭？软饭？小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5万两银票，这可不是一个寄人篱下10年的人该拥有的。哪来这么多银子？本想劝退他，没想到反被他秀了一把。就算你有点积蓄了，但你保护得了清玄吗？我们孤州城还算和平，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，残酷无情，你确定能保护他？你若是真喜欢许清玄，就放手吧，你保护不了他。我炼气7层，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？或许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，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。这家伙把他得意上了，
有点修为又怎么样？你能给清玄什么？她嫁给豪门大户，能得到无尽的资源，能得到各种修炼功法，这些你有吗？资源和上好的功法都是豪门大户的核心所在，一个穷小子万万不可能具备。莫非把他气坏了，在那里自暴自弃的毁坏东西？若非情不得已，我也不想无缘无故伤害别人。江晨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，只是清玄的命太苦了，我希望你能放手，让她嫁给应该嫁的人。如果你肯答应放弃婚约，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极品炼气液，算是对你的补偿，可以吗？你极品炼气液，它哪儿来的？极品炼气液是陈家独家专卖，限量每人1瓶，不可能有人能够同时买到5瓶。难道他是雇人抢购的？这家伙还真有点钱呢。不过这5瓶算不了什么吧？你该不会告诉我这是功法吧？黄级刀等心法，孤州城里最大的豪门能修炼的最好功法，也不过是黄级中等而已。江晨却给了许清溪一本黄级高等心法，这是任何豪门都给不了的顶级资源。我堂堂陈家大小姐，何时受过这等气？你给我过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当着我的面，你还能不能神气？思玲，算了，说好的聊几句话，怎么动起手来了呢？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。我看到了谁？魂师前辈江晨，那个废物名声传遍全孤州城的哑巴，怎么跟2品魂师一模一样？不，他们是同一人，是同一个人。江晨竟然就是神秘魂师前辈。思玲，别生气了。小陈，你看把思玲气成什么样了，给她道个歉吧。让一个2品魂师给我道歉？不，是我冲动，是我冒犯了。看来江晨是在刻意隐瞒。江公子快请坐。怎么一见了自己就变了个人？不是嚷嚷着要教训江晨吗？怎么见了面突然这么客气？江公子，听清玄说，许家主母在聘礼上刁难你们，我和清玄是多年好友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我待会儿命人取来30万两银子，希望能帮到江公子。刚才思玲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她斩断截铁说不会帮忙呢，还信誓旦旦要拆散我们。我这都没开口求助，怎么自己主动要帮忙了？江公子，请用点心。江公子，这是陈家祖上传下的百年牡丹，全城只此一株。陈家的历史其实有一桩隐秘，当年先祖曾救过一位高人，得了一卷失禅的丹方。思玲跟我相处这么多年，都没对我这样热情过。你怎么了？陈思玲好像喜欢上你了啊？你可别胡说！我从没见她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，而且最开始她对你咄咄逼人，看到你本人就换了一个人，这不是一见钟情是什么？你要是觉得陈思玲不错，选择她吧，我不会怪你。论家世，论身份，论背景，论实力，陈思玲都比我强的太多。你娶了她，能获得无尽的好处，而不会像在许家一样被麻烦缠身。傻瓜，陈思玲对我是什么心意，先且不提，但我对你的心意还用说吗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，这份恩情值得我一辈子去回报。我刚才给你的上品炼气液偷偷用掉，不要节省，我还有很多。另外，黄级高等心法也抓紧时间修炼。虽然想把极品炼气液也给他，可若是因此暴露自己魂师的身份，还是暂时让他先用上品炼气液吧。我会努力的。思玲承诺帮我们凑齐聘礼，这下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清雪，快来，快来见见朱公子，你还记得他吧？朱公子，您看，朱见深，怎么是他？
爹，这是……朱公子从青云宗回来养伤，恰巧知道你还没嫁人，就过来提亲了。我已有未婚夫，朱公子，请你把聘礼都带回去。未婚夫？你说江晨呀？他下聘礼了吗？就算下了聘礼，能有朱公子给的多吗？你知道这些聘礼价值多少吗？整整50万两银子，江晨给得起吗？他拿什么娶你呀？陈思玲只答应给30万，眼下50万，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啊。也就……江晨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现在你还是寄人篱下呢？你耳朵不好的话，我可以再重复一遍，这是50万银子的聘礼，50万，不是5两。身上没有5个子的人，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请多包容一下江晨，毕竟自己的未婚妻被人抢走，心里难受，说些偏激的话很正常。不过江晨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呢要有一点自知之明。你照照镜子，瞧瞧自己配得上青瑶吗？聘礼都下不起的人，还妄想娶她？姐，不要再天真了，女人1万句维护，不如男人腰杆硬一次。江晨真的配不上你。哼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若是愿意，便请收下这些聘礼，咱们把婚期定下。你说话呀！我这么多，51万两，不会是假的吧？他竟然拿到这么多银票了！江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吗？你也配跟我清玄？身上有51万两银子和愿意拿出来当做聘礼是两码事。舍得为江姑娘拿出全部身家，可见江小姐在你心里有多重要。51万两银子还不够，我说了，必须是我满意的聘礼才行。现在我不满意，听懂了吗？江晨，你说谁没见过钱？你还要不要脸面了？堂堂一家主母，跟泼妇一样当场打人。江晨，还有2天，拿不出我满意的聘礼，你休想去许清玄。哼，看把你能的！我孤州城第3大家族的少主，青云宗弟子，还不如你一个废物。2天后我会再来提亲，你就看着许清玄成为我的女人吧。走。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！回到朱家，得从长计议。2品魂师，哼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要让他好看。申儿，你怎么把聘礼都带回来了？岂有此理！一个寄人篱下的东西，也能跟我优秀的儿子争抢女人。申儿，你放心，不就是聘礼吗？娘亲自为你张罗，以我朱家的财力和人脉，她一个孤儿也想跟我争。管家，给我准备一点礼物，明天我要去一趟陈家。是，夫人。他们家的上品炼器液一瓶难求，巧的是，我跟陈家的主母是多年好友，买几瓶来有什么难度？申儿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陈家。什么？咱们孤州城都有上品炼器液了，在青云宗，这也是表现优异弟子才有资格服用的。不错，前天开始出售的，不过每天只限售50瓶，没有过硬的人脉根本买不到。你拿这个当聘礼，姓江那小子只能干瞪眼。可是娘，上品炼器液只有2红星师才能炼制，咱们小小的孤州城出了一位2红星师，这玩笑可一点不好笑。依我看，你们都被骗了。2红星师是什么概念？青云宗主得知，都要不远千里专程来拜访的超然存在，怎么可能出现在小小的孤州城？是真是假，我明日一看便得了。小陈，你说我们怎么那么难？先有陆征横刀夺爱，好不容易打败了他，又有天价聘礼，万幸陈思玲肯相助，又蹦出一个身份地位都极高的朱见深。喝了吧。是什么？喝了就知道。小陈，这是对着这本心法修炼。炼气3层，
小陈，你给我修炼的是什么？都是我爹留给我的。前辈，您这么早就来了，小姐正忙着清理仓库，我先带您去客厅歇歇，再马上通知小姐。不必这么麻烦，带我直接去找她就是。小姐，前辈到了。前辈，您来了。这些是？回禀前辈，都是一些放置过期或者怎么都卖不出的药材，只能扔掉或者低价卖掉。咦，居然是忘川豆，这种宝贝你也要扔掉？前辈好学识，忘川豆都认识。这是爷爷年轻时在一处断崖所得，查阅无数典籍才知道它是忘川豆，是传说中还原丹的主材料。可惜它是3品灵丹，无人能炼制。2品魂师尚且是跺一跺脚天翻地覆的存在，何况传闻中的3品魂师？陈家上哪去寻这般人物？我们空有忘川豆，却没有魂师，他便这么明珠磨成了数十载。我打算便宜卖掉算了。既然要卖的话，不如给我，我炼。前辈，还原丹是3品灵丹，只有3品魂师才能炼制。有问题吗？你是3品魂师？2品和3品虽只1品之差，却犹如天渊之别。青云宗主对宗门高价聘请而来的2品魂师恭敬有加，可若对方是3品魂师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青云宗主行跪拜之实都不为过。江辰竟然是3品魂师，练一练就知道了。给我提供一间密室，仓库旁边便是。朱夫人、朱公子，在下不便过来，请见谅。司灵，休得无礼！什么事能比拜见朱公子重要？陈姑娘，您这是在……不瞒朱公子，一位魂师前辈正在炼丹，请恕小女子不便与你攀谈，以免惊扰了前辈。来得真巧了，行，且看我如何揭穿他假魂师的面貌好了。敢在我朱剑枪面前装神弄鬼，我让他原形毕露。这是青云宗的那位2品魂师前辈亲自嘉奖给我的正宗上品炼气液，我一直舍不得喝，但今日为了让陈姑娘不受人蒙蔽，愿意拿出来用掉。司灵，刚才朱公子说过，咱们陈家结识的2品魂师很可能是假冒的。娘寻思着，也觉得一位2品魂师为何会屈居在一个小小的孤州城？你拿出1瓶上品炼气液来，和正宗上品炼气液对比一下，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朱公子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上品炼气液假不假，我辨得出来。就算我年轻缺乏阅历，掌柜的总不会看走眼吧？那些买火上品炼气液的强者，也不会看走眼吧？陈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最近的确有一批以假乱真的上品炼气液在青云宗境内横行。根据可靠消息，很可能是血符宫的人所为，他们大量制造假冒上品炼气液，骗取武者钱财。此药没有效果不说，把假冒的上品炼气液卖给别人，造成了伤亡，这后果你们可承担不起啊！陈姑娘，你拿出1瓶这位假魂师炼制的上品炼气液，与我的正宗版本比较一下，便知道真假了。司灵，还犹豫什么？你爹重病在床，你可不能有半点差错。如何对比？这是象灵花的种子，它对灵气十分敏感，通常用于精准去区分炼气液的品级。只需要浇灌1瓶炼气液，它就会根据所吸收的灵气发出不同高度的漏芽，继而判断出炼气液的高低之分。当然，如果是假的炼气液，种子会纹丝不动。如果陈姑娘没有其他问题，那就开始吧。陈姑娘，还好我出现的及时，陈家还不算被拖累的太深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多亏朱公子，不然我陈家万劫不复啊！您对我陈家有天恩呐，请受老身一拜。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与司灵一见如故，不忍他落得沦为家族罪人的下场，才出手相助的。司灵，还不快向朱公子道谢？谢谢朱公子。哪有你这样谢的？司灵，你带着朱公子在咱们花园里好好逛一逛。动了，这颗种子动了。
真动了！啊！哼，动了也不能代表什么，只能说明假的炼气液里有一点点灵气。这可是真正的上品炼气液啊！娘，3寸是3寸，是真的上品炼气液，他没有骗我们。怎么可能？青云宗境内怎么会有第2位2品魂师？难道他的上品炼气液是通过黑市从青云宗得来的？等等，他还在生长，3寸半，岂不是说我们家这位前辈炼制出的上品炼气液，品质比青云宗魂师炼制的还要好？申儿，你不是说陈家这位魂师是假的吗？为什么他炼制出的上品炼气液非但不是假的，效果还比青云宗的强？就算他是2品魂师，可也不见得就比咱们青云宗的强。咱们青云宗的魂师前辈那是身经百战的老资历，眼前这位前辈或许只是开好炼制出的上品炼气液，品质略好一些罢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些像保养容颜的丹丸，但药香却比它们高级得多。我们用惯的高级养颜珍品，在这股药香面前竟显得十分低劣。青云宗的魂师前辈曾说过，越是高等级的丹药，炼成书现的药香越浓郁。陈姑娘，这位前辈在炼制什么药？他说他要炼制还颜丹，传说中能够让人白发复黑、肌肤回春的还颜丹。司灵，你可别瞎说，这是3品灵丹，举世都无人能炼制。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丹药，对于女性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有着毁天灭地般的杀伤力。前辈拿走了忘川豆，说要炼制还颜丹，并说给1颗我作为材料钱，就是不知道眼下是不是还颜丹。他真说要给你1颗？好，我的好女儿，你给了娘一个天大的惊喜啊！把家业交给你打理，简直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当初父亲重病，族人们推荐由我来接管家族业务时，母亲是第一个反对的。她觉得我太年轻，家业应该由她这个主母来主持。可她平时根本不接触家业，族人们担心她掌控不了，才坚持让我主持大局。如今有1颗还人丹，她马上就180度大变脸了。思玲好闺女，你也帮阿姨要1颗吧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这等魂师前辈，岂是我说要玉就能要来的？我只能替你问一问，魂师前辈是否愿意卖给你？好闺女，阿姨就拜托你了，只要你愿意求情，不管成不成，这玉镯都送你了。不，我不能收，太贵重了。上品还颜丹可以作为聘礼之一，剩下2颗，1颗答应给陈思玲，还有1颗可以卖掉，只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。前辈，您炼制的如何了？这是你的。还颜丹，没错，你爷爷曾经绘制的还颜丹图案，我看过无数次，跟这一模一样。我毫不怀疑，自己敢说不给，娘会原地断绝母女关系。你最好问一问前辈。丹药既然给你，你可以自己做主。前辈，请问您还有多余的还颜丹吗？前辈，这位是朱夫人，她儿子是青云宗弟子，您能否割爱卖她1粒还颜丹呢？这可是一位能够炼制3品灵丹的魂师，说明他的段位是3品，绝无仅有的3品魂师。青云宗的2品魂师在他面前只配低头以弟子自称。这种恐怖的绝世大佬在前，如果自己还不懂得抓住机遇，就活该他一辈子活在武道世界的最底层。有什么事？前辈，晚辈先倾慕于魂师一道，愿意奉出朱家所有财产，请前辈收我为徒吧。尽管很唐突，但这种3品魂师前辈见一面就是撞了天大的运，能够说上一句话，更是半辈子攒来的机遇。如果不赶紧说出来，只怕往后就没有机会。哼，你不够格。你疯了！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敢妄图攀附前辈？3品魂师，那是他们一个小小的朱家有资格攀附得起的吗？这可是青云宗铸见了都要跪地行礼的绝世人物，一个青云宗普通的弟子上来就想拜师，跟个小丑一样。前辈，对不起，我儿子没见过世面，请您原谅。
还颜丹的事，能否请前辈您通融通融？前辈，能否给我们陈家一个面子，再卖一颗还颜丹呢？我相信朱夫人任何价钱都愿意支付。就凭这句话，我就知道自己那价值10万的玉镯没有白塞给陈思玲。还颜丹似乎比想象中还要滞销啊！刘启敏和张玉秀2个孤州城1等1的贵妇都如此狂热。的确还有1瓶，不过我也不知道它的价值，要价高了朱夫人吃亏，少了我吃亏。这样吧，举办一场竞拍，到时候价高者得，就交给你陈家去办吧。这可是还颜丹啊，竟然像普通物品一样信手扔，要是摔碎了，那是多大的损失！前辈放心，一定办一场轰轰烈烈的拍卖会，一颗3品灵丹。还是3品之中极为稀缺的还颜丹，一旦竞拍，会引发多大的轰动？起码孤州城的贵妇们绝对坐不住。这是一场提升陈家地位的绝佳机会。若是竞拍，我未必能得到此丹啊。那些个老女人们为了还颜丹，怕是连丈夫儿子都愿意抵给前辈。我已经老了，夫人，今日我便服下这还颜丹。这就是还颜丹的效果。走，立刻回府准备钱财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要夺下这颗还颜丹，一定要。至于为儿子迎娶许清玄这桩头等大事，已经抛到了9重天外。我回来了。小陈，你听说了吗？陈家准备竞拍一颗还颜丹，整个孤州城的贵妇圈都传疯了。据说城主夫人都放话了，一定要拿下。为此，他还和城主狠狠吵了一架。消息就传得满城都是，而且还颜丹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些吧？难道你也想要还颜丹？我哪敢想，那么多名门贵妇都争抢，我算什么呀？我是想起爹这些年为了支撑许家竭尽心力，人都苍老了许多。会有的。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这可不是我能染指的。爹，你这是……你后娘提出那么苛刻的聘礼要求，这些钱你拿着，非要那颗还颜丹不可了。如果你们拿他家做聘礼，他再是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为了还颜丹也会忍住的。我从未想过父亲会关心自己，还以为他眼里只有妹妹许清瑶。明天陪清玄一起去，争取拿下。我希望最终娶清玄的是你。原来他心里还有大女儿的位置，只不过为了家族利益，不得不更多关心小女儿，花钱竞拍自己的东西，说出去谁信呢？你们也是来竞拍还颜丹的？哼，别以为认识陈四灵就能拿下还颜丹，很快你们会知道我们许家的底蕴，真正底蕴。清玄，你们许家有他，是祸不是福呀。许家面临秦家的索债，都没说动用底蕴，为了自己的容颜，他却不惜动用家族底蕴。父亲这些年都是偷偷摸摸存下零花钱，不舍得乱用。母亲可倒好，为了自己的容颜，随意挥霍家族的钱财。可是我又能如何呢？走吧，我们尽可能拍下还颜丹吧。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知道这是干嘛吗？竞拍还颜丹，自以为是的东西，以为有51万两银票，以为能站在竞拍场就能跟我平起平坐？看到在场的座位了吗？用不着，我家清玄就喜欢站着。他可是把许清玄当成了自己的女人，怎容其他男人触碰？秦掌柜，朱公子，您大驾光临，我珍宝阁蓬荜生辉呀！今天是来给你们珍宝阁捧场的，不过这个人我不待见，麻烦你赶他出去。朱公子，许小姐是我家大小姐的好友，她的未婚夫，我如何好驱赶？他不走，那我就走。狗东西，让你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我朱家的底蕴，你马上就会知道，在我朱家的威势面前，你有多么的卑微不堪。尽管陈思玲是自己的闺中密友，可她更是岂是他能轻易得罪的？搞不好她真会赶江晨出去。大小姐已经发话了，让你滚啊！大小姐是让朱公子您滚，让我滚？你听错了吧？他再怎么样不得陈思玲喜欢，也是实打实的朱家少主，在他和一个废物之间，陈思玲居然偏袒废物。还有，大小姐说了，麻烦朱家将座位让出来，让江公子和许小姐坐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小姐亲口吩咐，老奴可不敢擅传。来人，把朱家坐席清理出来。秦掌柜，发生了什么？是大小姐吩咐的，这位江公子是她的朋友，特意安排在贵宾席。你就是跟我儿子抢女人的江晨，你给我记着，明日自己便是下聘礼之日，我要亲眼看看你拿什么聘礼赢过我们朱家。真替朱家捏了一把汗呢。你们针对谁不好，竟然针对江晨？他就是你们母子2人敬若神明的绝世大佬啊！感谢诸位贵宾参加今日拍卖会了。为表歉意，思玲决定将9件陈家的珍贵藏品拿出来，便宜卖给大家，依旧是价高者得。想借着还颜丹的名气顺便卖点东西，却打着为表歉意的说辞。不得不说，陈思玲很有头脑。
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司令，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就算对方田可他如此暗示你，可见是个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，得了你的身子，未必会对你负责。这么大到现在，哪有自由可言？即便我不主动牺牲，被训练眼科作为联姻的工具，只是这样以后你就不好嫁夹了。如果这个魂师要了我的身子，从此对我负责，那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他，视他为夫君，忠贞不二。如果抛弃我，那也没关系，大不了只要不嫁兑现承诺，给我们陈家培养几个魂师学徒，那就足够了。司令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上你的忙。对了，你的未婚夫呢？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？别提他了，路上他说第一次登门要带一点礼物，就去买东西了，可是好久都没回来，而与您约的时间又快到了，所以我就先来了。守时都做不到，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小姐，一个叫江晨的，自称是许小姐未婚夫，让他在外面等着。司令，他也是为了准备一点心意才错过时间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行，让他进来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他说。清玄，不是我说你，人生大事岂能如此儿戏？你后娘本就视你为眼中钉，待你不好，你就更应该找一个豪门公子嫁了，这样才能保住余生幸福。你怎么脑子进水，嫁给一个哑巴？这里面其实很复杂。你傻呀！你父亲后娘还有你妹妹都是串通好一起演的双簧呢。你父亲和妹妹或许还没什么别的心思，只是出于家族或者自身考虑，但你后娘绝对是想把你摁在一个哑巴身边，毁了你一辈子，用心歹毒之极。司令，虽然我和小陈的结合是一场意外，但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，相信他以后会待我很好的。真诚有什么用？我且问你，他的一腔真诚能为自己换来足够的聘礼吗？连聘礼都凑不齐，他何谈给你幸福？清玄，你才是最可怜的，你的美貌人品都是独一无二，明明你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，却被迫替妹妹嫁给一个王八蛋，我绝不会允许他毁了你一生。小姐，江公子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要让他知难而退。司令，求你不要这样，小陈很努力了，好不容易在武道上有些起色，求你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侮辱他，只想跟他推心置心地聊一聊你们的未来。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后院只允许女眷进去，公子请在此等候小姐吩咐。你就是江晨，清玄的未婚夫。我是清玄的好朋友，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第一，你迎娶清玄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是想巴结许家，靠他吃软饭？小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陈小姐，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了。一个寄人篱下10年的人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就算你有点积蓄了，但你保护得了清玄吗？我们孤州城还算和平，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，残酷无情。你确定能保护他？你若是真喜欢许清玄，就放手吧。你保护不了他。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？或许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，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。这家伙把他得意上了。有点修为又怎么样？你能给清玄什么？她嫁给豪门大户，能得到无尽的资源，能得到各种修炼功法，这些你有吗？江晨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，只是清玄的命太苦了，我希望你能放手，让她嫁给应该嫁的人。如果你肯答应放弃婚约，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上品炼气液，算是对你的补偿，可以吗？上品炼气液，你哪来的？上品炼气液是陈家独家专美，限量每人1瓶，不可能有人能够同时买到5瓶。难道他是雇人抢购的？这家伙还真有点钱呢。不过这5瓶算不了什么吧？皇级高等心法，孤州城里最大的豪门能修炼的最好功法，也不过是皇级中等而已。江晨却给了许青青一本皇级高等心法，这是任何豪门都给不了的顶级资源。你给我过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当着我的面，你还能不能神气？司令，算了，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他不可。我看到了谁？魂师前辈？不，他们是同一人，是同一个人。自己好闺蜜的未婚夫，竟然就是他准备现身的神秘魂师前辈。司令，别生气了。小陈，你看把司令气成什么样了，给他道个歉吧。不，是我冲动，是我冒犯了江公子。江公子快请坐，
江公子请喝茶。自己方才可是在刁难陈家的大靠山，还对他拔剑相向。江公子，听清玄说，许家主母在聘礼上刁难你们，我和清玄是多年好友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我待会儿命人取来30万两银子，希望能帮到江公子。刚才他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斩钉截铁说不会帮忙，还信誓旦旦要拆散我们。如今江晨都没开口求助，他倒自己主动了。这边都是陈家的内院，陈家的几位老爷都曾在此居住。你怎么了？陈思玲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你可别胡说，我从没见他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过。而且最开始他对你咄咄逼人，看到你本人就换了一个人，这不是一见钟情是什么？小陈，你要是觉得陈身份论背景，选择他吧，我不会怪你。江晨娶了她，论实力能获得无尽的好处，而不会像在许家一样被麻烦缠身。傻瓜，陈思玲对我是什么心意先且不提，但我对你的心意还用说吗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，这份恩情值得我一辈子去回报。我刚才给你的上品炼气液偷偷用掉，不要节省，我还有很多。另外，黄级高等心法也抓紧时间修炼。我会追不上陈思玲，但会缩短差距。清玄，快来，快来见见朱公子，你还记得他吧？朱剑深5年前，他曾将许清玄骗至破庙，试图玷污，是父亲出手才将他打跑。如今从青云宗回来，修为一直筑基。爹，这是……朱公子从青云宗回来养伤，恰巧知道你还没嫁人，就过来提亲了。我已有未婚夫，朱公子，请你把都带回去。未婚夫啊，就算下聘礼了吗？你知道这些聘礼价值多少吗？整整50万两银子，江晨给得起吗？在青云宗混了5年，也就只能拿出50万聘礼。也就，江晨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现在你还是寄人篱下呢？你耳朵不好的话，我可以再重复一遍，这是50万，不是5两。身上没有5个子的人也配在这里大放厥词。陆兄，请多包容一下江晨，毕竟自己的未婚妻被人抢走，心里你照照镜子，不是我说你，用点难受，瞧瞧自己配得上清玄吗？聘礼都下不起的人，还妄想娶她？姐，不要再天真了，女人1万句维护，不如腰难感应一次。江晨真的配不上你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若是愿意，便请收下这些聘礼，咱们把婚期定下。朱剑深当年差点玷污清玄，人品薄劣可见一斑，女儿嫁他焉能幸福？不如江晨10年观察下来，人品端正。你说话呀！51万两，不会是假的吧？51万两银子还不够！我说了，必须是我满意的聘礼才行。现在我不满意，听懂了吗？没错，我也不满意。拿出这50万银票，只是告诉你这些东西没资格迎娶世间最好的女人。还希望主母你眼做开一点，别像没见过钱似的，区区几10万两银子就迷得找不着北。江晨，你说谁没见过钱？当然是缺钱的你，难不成是有51万两银子的我？你还要不要脸面了？江晨，还有2天，拿不出我满意的聘礼，你休想去许清玄，休想！放心，如果我的聘礼都不能让你满意，这孤州城就没有人能娶清玄了。看把你能的！我孤州城第3大家族的少主，青云宗弟子，还不如你一个废物。2天后我会再来提亲，你就看着许清玄成为我的女人吧。走。